大家好，习主席这几天正在海湾地区进行史无前例的访问。从地缘政治来说，此次出访海湾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仅对中国、对海湾国家、对全世界都会产生深远影响。这是东升西降的一个转折点。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德国媒体对此的关注度不是特别高，读者也一样。从参与评论的人数就可以知道。是不是媒体故意淡化此次访问，还是媒体人以及西方政治人物嗅觉不灵敏？我真的还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我比较倾向于西方故意淡化此次中国领导人出访，因为让西方非常失落，也很尴尬。现在我们来看看德语媒体对习主席访问沙特阿拉伯的报道。我说的是德语媒体，而不是德国媒体。首先，我们来看看瑞士新苏黎世报对此事的报道。这是一家相当有影响力的媒体，在德国也有一定的读者群。本人感觉他的观点比德国媒体更中立。当然，报道中国时也主要以负面新闻为主，这是西方人普遍的倾向。即使这样，还是比德国媒体更中立一些。好，我们进入新苏黎世报的报道。中国习主席在海湾地区访问好友。中国领导人正在访问沙特阿拉伯，以加强北京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对西方国家感到失望的海湾国家统治者张开双臂欢迎习主席。中国日报的首席记者文宗铎对到达沙特时所见所闻感到相当高兴。利雅得是一个美妙的城市，人们很好，一切都很现代化，充满生机。他对沙特报纸《阿拉伯新闻》说，宗铎来到沙特首都，报道国家元首习近平访问情况。在正式庆祝活动开始之前，他就知道这将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对整个世界来说是个好消息。他欢呼道：习近平，这位来自北京的强人，本周三下午乘坐波音飞机降落在利雅得，由沙特战斗机陪同，并以鸣放礼炮的方式迎接。习近平将在沙特停留3天，出访不仅仅是为了商业。表面上看，这次访问围绕着能源和扩大经济合作，包括与其他海湾国家的统治者和该地区其他国家元首的会晤。沙特阿拉伯和中国多年来一直有着密切的经济伙伴关系。现在，北京是沙特石油的世界最大买家，而利雅得则与中国在技术领域进行合作，从中国进口电器和钢铁。这两个伙伴现在希望签署价值近300亿美元的新协议。但中国阿拉伯的友谊不仅仅局限在商业领域，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在全力推进海湾和黎凡特地区的发展，在那里投入大量资金，甚至试图在该地区获得军事立足点。因此，习近平的访问也是向西方发出信号，石油国家坚定地站在美国人一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仅是沙特阿拉伯，海湾地区那些小的君主国也早已自谋出路。没有关于人权的说教。海湾地区的阿拉伯人拒绝配合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并一次又一次地让欧洲人在石油和天然气的乞讨之旅中空手而归。另一方面，他们则张开双臂欢迎中国。中国人以长期合同购买石油和天然气，提供技术甚至武器。最重要的是，中国人不会用令人厌恶的人权说教来热闹当地的专制者。这在沙特阿拉伯特别受欢迎。集大权于一身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因为记者贾马尔卡舒吉被谋杀，多年来在华盛顿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物。当美国总统乔拜登鉴于能源市场的戏剧性局势，在今年夏天不情愿地前往沙特以获得石油增产时，本萨勒曼因此把他当成一个不受欢迎的乞丐。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家元首现在获得最高荣誉的接待。王储有这个资本，由于高油价，他的沙漠王国在金钱上游刃有余。在淘汰了所有竞争对手之后，他也稳稳地站住了脚跟。难怪他在习近平身边感到很舒服。习近平也集所有权力于一身，取代了北京以前的集体领导。美国希望采取反制措施。总的来说，沙特阿拉伯似乎想效仿中国特色的通过发展保持独裁统治，在试图使他的国家独立于石油的过程中，
本萨勒曼依靠的是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有经济和社会自由，但没有政治参与。美国人对这一切很担心，多年来，美国人对海湾国家的态度就像继母，因此招致了那里的君主们的不满，尤其是在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威胁时，感到被自己的长期伙伴美国抛弃了。因此，美国正在试图采取反制措施。拜登在访问沙特阿拉伯时说，绝不会把海湾的位子让给中国。最近，美国人还在卡舒吉案中迁就了他们心怀不满的盟友。当时，美国的一家法院驳回了针对本萨勒曼的诉讼，因为他享有豁免权。另一方面，1年前，华盛顿施加压力，阻止中国在阿联酋建造海军基地，但无论是让步还是施压，似乎都无法打动海湾阿拉伯人。今年10月，尽管能源短缺，沙特阿拉伯领导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还是决定削减石油产量，仍然依赖西方。这一决定在华盛顿掀起了一场愤怒的风暴。从那时起，石油国家和西方之间就进入了冰河期，而在海湾地区则为中国人铺上了紫色地毯。尽管如此，沙特阿拉伯和该地区的其他君主国不太可能完全重新调整自己的方向，他们仍然依赖与美国的联盟，特别是在安全领域。习近平可能会在利雅得对新的世界秩序大加赞赏，并对高速公路、港口或铁路线的前景抱有希望，但他目前无法向阿拉伯人提供军事保护，以抵御伊朗和其他威胁。下面是德国电视1台的展示新的伙伴关系。中国政府首脑习近平对沙特阿拉伯的国事访问不仅仅是关于石油，这首先是向美国发出一个信号，即已经找到了新的地缘政治伙伴。在机场进行了隆重的接待，战斗机飞行员在空中绘上了红色和黄色的中国颜色。习近平在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中国国家元首在新冠大流行之后的第一次出国访问，选择了海湾地区这个石油丰富的国家。观察家们说，出于2个原因。首先，它涉及经济利益，特别是能源。这2个国家是密切的贸易伙伴。利雅得是北京最重要的石油供应商之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希望在未来确保海湾地区的能源供应。一如既往的主要议题是石油。沙特重新定位自己，但这次会晤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是向世界，首先是向美国发出一个信号，即中国、沙特彼此已经找到了新的地缘政治伙伴。习近平知道他在沙特阿拉伯是受欢迎的。沙特阿拉伯实际上是美国的亲密盟友，正在世界地图上重新定位自己。那些海湾地区的统治者对美国逐渐从中东地区撤出感到沮丧，认为他们自己的安全得不到保障了，对西方的批评感到失望。在欧佩克决定石油减产，从而使美国的能源和汽油价格也居高不下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在国内被尖锐批评，这让他们很不爽。此外，沙特人对西方领导人在人权方面的不断警告感到恼火，特别是在沙特记者卡舒吉被谋杀后。利润是首要任务。沮丧、冒犯、愤怒，沙特人已经厌倦了成为国际上的恶棍，而中国人没有对沙特人怎么样。在紧绷的世界局势中，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2人相遇相知，惺惺相惜。这2个国家在许多领域奉行同样的路线，左右逢源，与各方做生意，无论是与俄罗斯还是美国，都是利雅得和北京的政策。自己的利润最大化被认为才是首要目标。心灵上的难兄难弟，这就是为什么双方都不对气候保护做出任何重大承诺。在今年的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和沙特被看作是最大的阻挠者。在内政方面，他们也惺惺相惜，不对政府的批评者做出让步，以铁腕方式统治。特别是在人权问题上，中国和沙特肯定是心灵上的难兄难弟。好，报道就那么多。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电视1台官方推特上的观众以及读者评论。
但在报道中并没有真正提到欧洲，当然也没有提到俄罗斯。我想我们终于把自己变得无足轻重了。我对西方的干预，不管是军事干预，或由国家民主基金会 NED， 还是由索罗斯资助的干预，都感到非常厌恶。所以我欢迎每一个走向去美元化的步伐。德国新闻联播没有提到中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将以人民币进行交易，你们太无趣了。专制者扎堆，普京可能也想成为其中一员。有人想让别人吃醋，非常狡猾。好，朋友们，下面这个人的2条评论要一起看才连贯。作为全球最高领导人之一的习近平访问沙特，是对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实力和智慧的又次认可。北京正淹没在毁灭性的经济危机中，而且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别无选择，只能去找沙特阿拉伯。这将加强利雅得从俄罗斯、美国甚至中国本身获得更多特权的能力。沙特人也想实现多样化，不再只依赖一个人。从沙特的角度来看是理智的。金砖国家正在变得更加强大，这难道不令北约担心吗？哈哈哈。金砖国家并不是军事联盟。现在我要学普通话了。我们宁愿与乌克兰一起玩，为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撒出无数纳税人的钱。两国都与俄罗斯保持着经济合作关系，沙特人知道美国的优势正在消退。暴君同流合污，他们同样看待我们的欧盟、G7 等等。一边是土耳其与俄罗斯，另一边是沙特阿拉伯与中国，但不是德国与印度。有些东西正在移动。此外，越来越明显的是，围绕乌克兰的努力正在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西方国家缺乏 B 计划，也就是缺乏替代计划。这位中国佬什么都能搞定。德国知识点评，这个人说这位中国佬应该是指习近平主席。我在等待习近平和普京的联合新闻发布会，敦促西方国家不要插手乌克兰和台湾，这一定会到来。我也不相信普京会因为制裁而受到影响。中国有很多东西要感谢他，也会给他投桃报李。现在是世界远离欧洲、远离西方的时候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重振法西斯殖民主义，只想欺负和剥削世界。西方国家的多重道德令人厌恶。好啊，拜登搞砸了。他们在做生意，我们在带臂章。德国知识补充，这里指德国及几个欧洲国家发起的所谓专门针对卡塔尔人权状况的 One Love 臂章运动，这里泛指搞政治正确。下面这张是合成的图片，原图估计呢只是左边的伊朗领导人，中间的普京以及右边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后期呢加上了金正恩以及习近平。图片上的文字翻译成中文就是：我们俄罗斯人不应该为一切负责，我们当然有人帮助。昨天德国电视一台的新闻频道网页上刊登了2篇习主席访问沙特的报道，另一篇报道的标题为中国国家领导在沙特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会面。现在我们直接看读者评论，一个杀害维吾尔人，另一个杀害也门人，以及肢解记者卡舒吉，但德国的贝尔伯克外长仍然保持沉默，并进行大量交易。埃尔多安也不在乎维吾尔人，虽然他们是逊尼派穆斯林，讲土耳其语，埃尔多安也在搞现实政治。在西方之外有一个非常大的世界，正在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对西方的说教和双重标准。德国的傲慢以前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现在又在发生，而大多数人完全蒙蔽了它。伟大的游戏，一些国家想崛起，与不同联盟采用不同战术。象征意义确实如此。
德国知识点评，这个人用象征意义这个词，是呼应报道中使用的标题习近平访问沙特非常具有象征意义。我们现在看图片，他想表达，比如说上图是人家沙特在讨好中国领导，而下图呢是德国在讨好沙特。欧盟和美国将很快成为历史，一切有始有终。你真的认为我们可以在世界上永远制造混乱和破坏，只是因为母国美国想要这样做吗？还可以持续多年呢。俄罗斯以其拥有的所有资源都无法在超级大国中发挥什么作用，而中国呢，只需在半导体行业搞点小动作，美国就会让中国倒退数年。德国知识补充，弗拉基米尔是普京他的名。贝尔伯克的女权外交政策正在毁掉这个国家，我们的德国。沙特人似乎对他们的同胞维吾尔人所受的待遇并不感到愤怒，这向我证实，双方都是一无是处的卑鄙之徒。中国人正在试图以全球收购的方式接管基础设施和经济。经理们说好的。中国和伊斯兰教独裁政权正在靠拢，德国正在变得依赖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找出我们犯的错误吧。那么请你提个建议吧，我们从哪里去买天然气和石油？中国采购德国不想要的东西，二氧化碳被在其他地方排放出来，由他人提供的武器。有人想到会发生其他情况吗？德国红绿灯政府，你们真弱智呀，无下限的弱智。美国的霸权正在明显消失。我们来看看德国《世界报》的报道，中国国家元首习近平会见沙特王储。这家媒体用的图片不完整，沙特王储的手你看只看见一小半，估计呢是想跟习近平握手。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利雅得接待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谈的细节尚不清楚。会见前，习近平宣布了开启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关系的新时代。中国国家元首习近平在沙特阿拉伯会见了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据沙特国家通讯社 SPA 报道，海湾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周四在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宫殿接待了习近平。现在还没有关于谈话内容的进一步细节。中国的国家元首也将在之后与萨勒曼国王会面。他希望开启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关系的新时代。习近平周四在沙特阿拉伯发表的一篇报纸文章中写道，阿拉伯国家因其矿产资源、工业和建筑服务而成为具有巨大潜力的国家。近年来，利雅得和北京之间曾经相当薄弱的关系得到了深化。对于沙特阿拉伯来说，中国现在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而北京则严重依赖沙特的石油。习近平此行是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该王国的5个月之后。拜登在访问期间重申了美国对该地区的领导地位的主张。然而，华盛顿和利雅得之间的关系目前是紧张的。好，朋友们，报道很简短，所以一般不关心政治的头脑简单的那些德国人是不懂得中国领导此次访问沙特意义之重大。不仅对中国与沙特，对全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前面咱们说了，我们看看这家媒体呢，仅有3条评论。中国将确保未来几十年从沙特阿拉伯获得石油、天然气以及未来的氢气，不顾道德和政治原则。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正确的政治，有非常长远的战略规划。现在正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对未来几十年有着深远的影响。与此相反的是，目前德国的象征性政治，它并不真正配得上政治这个词的名称。中国作为一个新的世界大国的崛起很难被阻止。我们这个国家的问题是，除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的政府之外，即使在反对党的席位上也找不到真正的政治精英。这里最令人失望的是自民党，他已经掏空了自己的价值观。这种照片看起来与哈贝克在卡塔尔或肖尔茨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都不同。我们的女权主义外交部长在那里也只会让人摇头。我们已经成为无主之物。德国知识点评，
估计这位指的是德国经济部长到卡塔尔找气时给人点头哈腰印象的照片。好了，朋友们，今天到此结束。不管怎么说，习主席此次访问海湾国家，对中国塑造自己的世界秩序具有里程碑意义。此次出访肯定会给大家很多惊喜。目前已经签署了几十项协议了，而且出访还在进行中，我们继续拭目以待。好了，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